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，波比工作了一整天，身体感觉非常累。他慢慢地走回到公寓门口，只想快点回家，洗个热水澡。当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快递箱子。波比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他上个星期在网上买了一些新的书。他把那个大箱子拿进了房间，放在客厅的桌子上，准备打开。波比一边喝水，一边找剪刀，他想看看这些新书是什么样子的。他用剪刀很快地打开了箱子，但是里面的东西让他非常吃惊。箱子里没有书，只有一件颜色非常鲜艳的裙子，是粉红色的。波比把这件粉红色的裙子拿出来，在自己的身上比了一下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觉得非常可笑，因为这件裙子太小了。这肯定不是我的快递，波比对自己说，我从来不穿裙子。他仔细地看了看箱子外面的单子，想知道这是谁买的东西。快递单上面的字有点脏，看不清楚名字，只能看到地址。地址上写着502室，但是波比住在402室，只差一层楼。看来是送快递的人太忙了，不小心看错了数字，送错了地方。波比看着那件漂亮的裙子，心想它的主人现在一定非常着急。虽然波比现在很累，但是他觉得应该把箱子送还给邻居。他重新把裙子放回箱子里，然后用胶带把箱子口封好了。波比抱着箱子走出了家门，外面的走廊里非常安静，没有人。他走到电梯门口，按了一下按钮，但是电梯好像坏了，不动。真倒霉，波比叹了一口气，看来我必须走楼梯上去了。他抱着大箱子，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，箱子其实有点重。到了5楼，波比找到了502室，他站在门口，听到了声音。房间里好像有音乐的声音，还有人在说话，声音听起来很着急。波比有些紧张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住在5楼的邻居。他轻轻地敲了3下门，咚，咚，咚，然后等待里面的人开门。音乐声停了，过了一会儿，门打开了，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那里。她的名字叫艾丽，她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脸上带着担心的表情。艾丽看着波比，又看了看他手里的箱子，眼睛突然亮了起来。你好，波比微笑着说，我是住在楼下的邻居，叫波比。你好，我是艾丽。他说，请问，这个箱子是送给我的吗？波比点了点头，把箱子递给他。快递员把它送到了我的家。我不小心打开了它，发现是一件粉红色的裙子，不是我的书。艾丽非常激动，她接过箱子，大声地说，太谢谢你了，波比。这件裙子对我非常重要，我明天有一个非常大的舞蹈表演。原来艾丽是一名专业的舞者，她一直在等这件表演用的衣服。我刚才还在哭，以为我的裙子丢了，明天不能上台表演了。波比听了也很高兴，幸好我把她送上来了，没有耽误你的事情。艾丽热情地邀请波比，你想进来喝一杯茶吗？作为感谢。
波比本来想拒绝，因为他很累，但是艾丽的笑容非常友善。好吧，就喝一杯茶。波比脱了鞋，走进了艾丽的公寓。艾丽的房间里有很多镜子，墙上挂着许多她跳舞的照片。你的家很特别，波比说。他看到客厅里还有一只白色的小猫。那只小猫跑到波比的脚边，闻了闻他的裤子，然后叫了一声。它叫米米。艾丽一边倒茶一边说：“它好像很喜欢你。”波比坐在沙发上，抱着小猫，感觉一整天的疲劳都消失了。艾丽拿出了那件粉红色的裙子，在镜子前试了一下，非常合适。如果没有这件裙子，我的探戈舞就没办法跳了。艾丽说。你会跳探戈？波比惊讶地问。我很喜欢看别人跳舞。艾丽笑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明天晚上可以来看我的表演。他从桌子上拿出一张票，送给了波比。这是一张贵宾票。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谢谢你这么晚还帮我送快递。波比接过票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其实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。他们一边喝茶，一边聊天，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爱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波比看了一下手表，发现已经晚上10点了。我该回去了。波比站起来。你也需要早点休息，准备表演。艾丽把波比送到了门口，小猫米米也跟着跑到了门口。再次谢谢你，波比。艾丽说，明天晚上剧场见。波比回到4楼的家，虽然还是有点累，但是心情非常好。第二天晚上，波比穿上了自己最帅的西装，去了剧场。剧场里有很多人，灯光很暗，波比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。表演开始了，音乐响起来，舞台上的灯光变得非常明亮。艾丽穿着那件粉红色的裙子，像一只美丽的蝴蝶一样飞了出来。她跳得非常好，每一个动作都很完美，观众们都在鼓掌。波比看着舞台上的艾丽，心里觉得很神奇，也很骄傲。如果昨天他没有送那个快递，今天就看不到这么精彩的表演。那个送错的快递，虽然是个错误，但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表演结束后，波比在后台门口等艾丽，送给她一束红色的花。你今天真棒，波比说。艾丽开心地笑了，手里拿着花。这是一个关于快递的故事，也是波比和艾丽新友谊的开始。